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有请主持人孟非。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大家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欢迎郝蕾老师、陈明老师。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Me not to waste my life. She says, spend your week, my little butterfly. To live what they say, keep you up at night, and they can walk on by my street. Feet can't touch the ground, and I can't hear a sound, but you just keep burning up your mouth. Yeah. Walk on over there, 'cause I'm too fly to care. These wings are made to fly. 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Hello， 孟老师好，两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你们好，我叫任博文，今年27岁，来自成都。任博文，对对对，一听这名字就有文化，来选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陪我再去一次我难忘的地方。你说清楚，是你上次是一个人去的地方？对，就是我是一个分享欲蛮重的人，就是我蛮喜欢旅行，就经常自己去。然后呢，就特别希望有我爱的人能够陪我去一次旅行。比如说我上个月去了一次敦煌，然后晚上在沙漠里面露营看星星的时候，然后就觉得真的特别的美。如果下次能和我喜欢的人一起来分享这个景色会更好。碰巧了，我很多年前也去了敦煌，也是一个人去的，我就没有什么欲望跟什么人分享，一个人挺好的。23号，男嘉宾你好。哎，你好。您说是希望能够再去一次难忘的地方，就是我也是一个特别喜欢旅行的人，然后自己去过很多地方，但是你这个难忘的地方就是和你前女友去的吗？没有，我没有和对象一起去旅行过。那你不会希望就是说两个人都没有去过的地方吗？我觉得那样会更浪漫。就是有一些地方我已经去过了，然后会想把我喜欢的东西分享给你。我觉得爱是要两个人互相分享自己喜欢的事情。要是那个女朋友跟你分享她和前男友去过的地方呢？那也可以，但是别让我知道。9号。男嘉宾你好，我觉得你完全不需要有这个问题啊，因为你有女朋友以后，你自己想去的那个地方，你可以直接带她去就好了，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跟她讲，哎，这个地方我去过，你再陪我去一次吧，你没必要这么说啊，你直接说，哎，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美，我们去一次吧。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我很喜欢，我要带你去，希望你也能喜欢这样子。他的安利欲很强，对对对对，就是他的剧、节目、景点，他就控制不住，一定要安利给你，然后你也很喜欢，他就很开心。还有一种可能，就他觉得这儿太好了，可是那个时候他很孤单，他看了那个，哇，好浪漫，这个要是身边有一个女生在就好了。下一次想想，我就要请这个女生跟我一块圆我的梦。对对对。就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社交圈子太大。解释一下啊，就是刚入社会的时候，然后就是一直在拓展自己的社交圈，觉得认识很多人脉会对自己有帮助。后来发现，其实要去社交的话，真的是要耗费很大的一个精力和时间。然后呢，交的那些所谓的人脉，其实
并不是很有用，相反的会把很大的精力去消耗掉。所以我希望对方可以尽量缩小自己的社交圈。24号。男嘉宾你好，其实我觉着你讲的很浪费时间的这种社交圈，它是无效社交的社交圈。可能您自身也没有很优秀，或者说很有这个辨识度去选择社交圈，所以我觉着不能一味的说扩大社交圈就不好。如果自身足够优秀的话，你吸引来的这个社交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对，我完全赞同你的说法，就是我的意思是，就是不要扩大社交圈，而是就是说保证有用的社交情况下还是可以社交的。就是现在有一个词，就是叫混圈人。哎，我知道陈明说的那种，有一种人呢，他自身并没有特别大的某种能力或者某种资源，他靠什么呢？哎，你今天托我办个事儿，这个事儿我肯定解决不了。哎，我正好认识陈明，我说，哎，兄弟，我们俩朋友对吧？他有个事儿，这我兄弟，他找我办个事儿，你看你帮我，咱俩熟，你看在我面子上把他帮了，哎，他就居于这个资源配置的中心，他找到了存在感。但是呢，这些人就是热衷于社交和建立关系的人，他其实内心里边是对他自身具有的能力，他其实是不太具备的。看第一条片，我是任博文，是一名口才培训老师。平时的工作呢，主要是给小朋友们上课，年龄大概是在3到10岁。刚到学校的时候就很怕生，不太敢讲话，然后到最后他滔滔不绝地给你分享生活中的事呀，就会觉得是一份比较有成就感的工作了。虽然有时候吵吵闹闹很难管，但是他们经常会做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很暖心，会给你写一些小卡片呀，很喜欢你啊，就很喜欢上你的课，心里真的非常有满足感。我的脾气非常好，这跟我上一份工作也有很大的关系。17年那会儿，我在航空公司担任空乘，服务行业真的很磨练性格。那会儿经常会遇到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乘客和行为。有些男生嘛，身强力壮的看起来，但他会强迫你要求帮他提行李，也没办法嘛，还是要帮忙提。还有的乘客他会带一个很大的一个水壶，然后让你给他装满。我是一个注重生活情趣的人，不用花很多钱也能提高生活的幸福感。比如研究稍微复杂一点的菜谱，做一道自己特别喜欢吃的菜。我爸从小就会这样教我和我哥，就是说男人一定要学会做饭，女人不在家的时候也不能饿到自己。我从16岁开始游泳，基本上每周都会游2、3次。我特别喜欢练习闭气，在水里看环境的角度很不一样。又或者和朋友自驾去一些有意思的地方。我比较喜欢人文景观和小众景点，这几年把中国西北的地区都走遍了，希望在未来迷人的风景里，有我，有你。你们是觉得他帅的，还是从来这辈子没见过男生游泳啊？每一句话都带来一声尖叫。会做饭，会游泳，会旅行，很有生活情趣，穿西装很帅，对吧？对，然后还做过空乘，然后又很喜欢小朋友，很有爱心，然后还会照顾人。说的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还不爱社交。你自己说说吧，你还有什么不行的吧？你研究了哪些比较复杂的菜呢？比较复杂的菜，我觉得做饭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没有特别大的难度。这叫什么话？因为我从小就看我爸爸在做饭，因为我有哥哥嘛，然后从小教育我们兄弟2个，就说男人一定要会做饭。这个家庭教育好。对，好爸爸这。女孩子不在也不能饿倒自己，不能饿倒自己。但后面这句话我倒不是那么认同，这样女孩不在的时候才不会饿到自己。陈明在想，那有外卖啊。如果我有儿子的话，我要跟他说，我说男人一定要会做饭，这样才给你做给你老婆吃嘛。对呀。他这个我就更不同意了。我认为好的父母是这样教育孩子的，不管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做饭都是一个成年人必备的生活技能，都应该会。将来的婚姻当中不存在必须男人做给女人吃，也不是女人必须做给男人吃。首先自己做给自己吃。孟老师讲完以后，自己脸上带着得意的表情。孟老师，你会做饭吗？你猜？你要问我会做哪些吗？忘了。不，真的会，真的家常菜，你没有你做的那么复杂和高级，一般家常菜都会做。你这些年去了西北哪些比较小众的地方呢？分享一下。我去西北也是上个月第一次去，就是自驾西北环线，就是从青海一直环绕着对，大西北环线听说过吗？我听说过。对，就是那个公路。德令哈那一条线。对，就是从兰州出发，然后一直绕了塔卡盐湖。对，德令哈走一圈下来。对，就绕了一圈。所以他去了那么多美妙的地方，希望下次可以带女朋友一块我真的希望就是能分享给。能够理解理解。而且我平常就喜欢人文的地方多一点嘛，然后我平常也喜欢历史典故，所以我特别希望有一个人跟我旅行的时候，我可以讲给他听，我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典故，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就显得自己很厉害。3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之前也是空乘，我飞行了4年，我想知道你上一段职业是为什么辞职的呀？这个是因为因为一些前任的一些关系吧。前任，可以深问是因为前任什么吗？第二段片子会讲。好，那我等着看。明智明智，一句话回答非常明智。在这个问题上折了很多小哥哥了。下一条。我有过2段的感情经历，但是2段都不是特别顺心如意。第一段恋爱是和大学时的学姐在一起，因为希望在恋爱中有更多的时间相处，为了结束异地恋，我选择从成都到北京实习工作。那时实习工作一结束就回到家陪她，朋友都评价我是一恋爱就会消失的人。我做你喜欢的菜吃。但后来学姐觉得我太黏她了，在一起渐渐没有了感觉，就只能选择分手。第2段是之前的同事，她非常漂亮，追求者也很多。住在一起的时候，她就会收到别人送的礼物啊，会有快递寄到家里啊，这样子。任何一个男人都会觉得自尊心受挫嘛，但是虽然满足不了他，但是其实有协商，愿意为了你去删一些人，大概删就200-300个人吧。后来自己有了经济实力以后呢，就会把别人的礼物啊会扔掉，然后如果他有需要的话呢，又会再给他买个一模一样的。分手的原因就是，你说我让他收敛起光芒，他自己过得也不会开心，可能就是不合适吧。分手以后呢，大家航空圈子就这么大，低头不见抬头见，就觉得蛮尴尬。我思考了很久，还是决定跟过去告别，回到群力发展。我喜欢情商高、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女孩子，因为每天只是省钱买菜做饭，实在少了趣味。希望能和女朋友去看看展览，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2个人在一起，既有生活与现实，也有诗和远方。所以你之前有提出来说，希望社交圈子小一点，对，就是这种微信的规模，你心有余悸的。对，真的是。22号。男嘉宾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您是不是就是属于控制欲比较强的人呢？不是控制欲，而是我希望，我们对待朋友和爱人分优先级嘛，就是我希望我的女朋友就在外面会比较给你足够的面子。对。11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你第一段感情是比较黏人，我之前就是谈过一段感情，就是我也比较黏他，然后后来发现，他是需要自由空间的人，后来的话我就慢慢的就是没有那么的去黏一个人，所以你后来的话你是怎样的就对待感情？对待感情就是有一个度吧，自己会，因为那会儿是刚开始谈恋爱嘛，还比较懵懂，就是喜欢一个人就会天天的想跟他在一起，哪怕他忙啊，他累啊，但是也会想着缠着他。但是现在就是自己工作了以后，也是会体谅别人。最后一个问题，
14号。我觉得如果你真跟这个人在一块的话，你应该信任他。就是我前任之前也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他就会说，追求人多，或是工作中他不喜欢，他甚至想要让我去换工作。然后他也会要求我去删微信里面这些人。我觉得这些人他放在那，他不碍什么事儿，你应该相信我不会去做这些事情，而不是因为你的心眼小或者怎么地。首先你要相信自己，你觉得那些人比不上你，你也要相信你自己的女朋友。首先我解释一下，我从来没有胁迫过对方。就是删微信的好友也是他想出来的这个办法。哦，好的了。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哦，好的了。其实我想说一下，就是我其实一直也没说问题，因为我也没想到我这么早就遇到一个就确实会很喜欢的一个人。然后呢，我觉得从男嘉宾上场，他的教养啊，还有他说的一些话，还有包括女嘉宾问的这些问题，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对我来讲。而且呢，就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这个男生给我一种挺踏实的感觉，但我不会游泳，然后也不太喜欢运动。其实这个运动呢，就是我可以教你。然后我的社交圈子也不大。我也是刚刚步入社会嘛，所以这个可以不用担心。我只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你现在的话是在成都是吗？对，在成都。那你老家是哪里的？河北。河北的。你之前说为了前女友会到北京嘛？那我觉得我考虑去成都发展也是 OK 的。我特别怕他问你愿意到我的城市来吗？终于有一个人说我愿意到你的城市去了。刚才陈明说的那句话我听到了。我们经常会看到男女嘉宾沟通的时候说你愿意到我这儿来发展吗？这个说明女生喜欢。像这样的，你在哪里？在成都啊？我愿意到成都来，这叫特别喜欢。对，我想就着说两句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交圈的大小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的指标。现在很多女生是很忌讳说她好像要控制女生的那个意思。其实我理解你的前任可能是一个社交面比较广的，而且他愿意一删就可以删掉200-300人，说明这200-300人对那个女生来说没那么重要的。那看起来他整个人是比较喜欢广交朋友，但是并不追求深层的关系。而这个男嘉宾呢，他就400个人的社交圈，就是他可能是比较喜欢深度的关系。就我觉得只是两个人很不一样罢了。那么当我们在最初谈恋爱的时候，你遇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一开始相处的方式叫相互改变，这是一种相互妥协的一个过程。但是妥协了以后发现没有用，那么这段感情就结束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谈恋爱不可能一上来就说你段位很高，就很快就学会了。其实是不断的在判断什么人是适合我的，什么人是适合对方的。
但是很多时候感情的悲剧就是跟自己特别不一样的人，又特别容易产生火花。就是那种互异型的人，他的这种深度碰到这种广度人格的时候，最初彼此都很好奇，大家这个又很容易碰上，但是一碰上半年要吵10几次。对。但是现在呢，你遇到了一个跟你很相似的人，对。所以这会是一段新的旅程，但也有新的挑战。恋爱就是修行嘛，然后彼此修行，成为更好的人。说的好像他已经选了似的，还没选，这是单方面爆了灯，好吗？但是很多姐妹都成全他了。看一下智推。任博文 ，AI 大数据经过测算，现场24位女嘉宾当中，跟你最合适配对的是22号单严谨。男生性格谦逊、亲切善良，气质儒雅、彬彬有礼；女生性格开朗，特别重视诺言，有自己的原则，热爱运动。两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核心价值观比较相似，也能够照顾甜蜜浪漫的二人世界。在生活中彼此照顾，是非常甜蜜又有爱的一对，供你参考。最后问2个女生，17号和22号。假如说你的朋友在我不在的情况下说我不好，你会怎么办？单严谨。这种事儿不可能发生，因为他们肯定会对你很好，如果在一起的话。OK， 了解。王子怡。其实我交闺蜜的话，彼此的男朋友都看不上的，所以说她的一些意见呢，可能只是嫉妒我可能脱单了，然后好，了解。对，最后再给17号一点时间。因为我不是一个主动的人，然后比较安静。当然我也喜欢去旅行。我呢是一个也挺喜欢分享自己生活的一个人。我不知道说什么。OK， 我懂了。好的，谢谢。我懂了，这就是绝配。就天上那最亮的星星。选22号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走。你也可以在17号走，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17号。想和你在一起，在一起，就天上那最亮的星星。我叫任博文，今年27岁，我希望能和我喜欢的人露营看星星。我没想到我这么早就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一个人，我去成都发展也是 OK 的。天上那最亮的星星，哦，想和你在一起，在一起，感觉世界的全男和女。那个，非常非常感谢3位老师，尤其是孟非老师。然后每一次呢，黄老师跟我的很多想法非常的一致，非常非常感谢您。然后我希望赵雅欣啊，加油，找一个你老家的。当时看到有女嘉宾给我报灯，心里还蛮激动的，很出乎意料。第一反应就是哇！我觉得男嘉宾从各个方面表现都很优秀，包括现场观众的反应。我觉得他们就是蛮能看到我的点的。其实很多女生就是感觉不是很理解，我觉得他还挺好，祝他们幸福。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非老师好，2位老师好，20位女嘉宾你们好。我叫秋雨，今年28岁，来自厦门。这男生从我这个侧面看特别厚，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不要明着诉苦，然后实则在炫耀。啊，凡尔赛，我也是刚学会的这个词儿。你举个例子让我们看一看是怎么弄的呢？他们在朋友圈嘛，然后有看到就是说他今天胃口很不好，然后随便吃点，但他 po 了一张图片，就是在南京一家可能是人均最高的火锅店，然后还把他的那个定位定出来，我就觉得这种就奇奇怪怪的。他的面部表情。来，黄雨琼。刚刚男嘉宾说到的这种炫耀其实不算，就可能那个人他家里面特别有钱的，他那个定位可能真的是随便吃一点。我觉得你说的那种明着诉苦实着炫耀的，可能是我在等红绿灯，然后他晒车就算了。他还非常刻意的要把他的戒指、手表这种就是不应该出现在那个地方的东西去让它出现。结果红绿灯你没看见，你看见了车标和巴灵巴灵的戒指是吧？徐若彤。但是还有一种是可能大家都看得懂啊，他就是发出来开个玩笑逗大家开心啊。可能以我对他了解，因为他朋友圈经常会发这种类似的，或者是在国外哪个海边啊，然后穿的还蛮少的，但是他说：“哎呦，今天要被晒黑了。”那也许是人家的广告呢。那可能吧，对。第二个问题，我不太希望我的另一半让我带他去健身。你这个样子好像是不太需要健身了。张一菲，就是作为女生来讲，如果我的男朋友健身，我真的很想就是找他请教。俗话说得好，健身是为了吃更多的美食嘛。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一个简单比方嘛，就是我自己的表妹，然后她跟我练，我把她练哭了。对于另外一半的话，我不太希望我另一半健身啊。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嘛，有一个人自律就好了，另外一个人可以去享受生活，那可以带着我去享受生活。是什么妨碍了你享受生活？每年的4月份开始，我可能每年4月份开始，听上去塞伦盖蒂草原又迎来了雨季。怎么回事？对，因为就是每年全国的健身比赛都是在6月份或者10月份，那个时候你可能是要开始去准备，火锅不能吃啊，然后想吃东西不能吃。对。2号。就是你的女朋友对自己的身材有要求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对吧？然后你又不愿意带她去健身，如果她请了一个很帅气的私教，你会介意吗？那如果她是真的想要去进步的话，我觉得我是个非常合格的私教。来，第二个问题是我不太希望我的另一半让我带他去健身，我觉得我是个非常合格的私教。看第一条片子。其实我当时离开厦门的原因跟很多人是一样的，就是想离开父母，去尝试一些以前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在南京这座陌生的城市，收获了我人生中最灿烂的7年。我叫秋雨，大学毕业后呢，我在南京一家培训机构从事一线的课程顾问的工作。在2年时间内，我从一个一线的课程顾问做到了校区校长。当时我在那家培训机构一共有700多个学员，有1半以上是我招的。在我看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完成的任务。
现在我在厦门的一家上市企业做品牌活动的项目经理，这份工作让我结识到了更多比我优秀的人，也从他们身上我学习到了更多。其实我以前是一个210斤的一个大胖子，因为健康问题让我开始了健身。半年内我瘦了50斤，从一个大胖子变成一个健康自律人，意外的收获到朋友的一些夸奖，也让我从以前很自卑收获到了一点自信。但是现在自律的健身生活也给我带来一些困扰，我会拒绝一些朋友邀约，社交也逐渐变得简单了起来。除了健身之外呢，我平时也喜欢打篮球、看电影、唱歌，这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身边朋友都觉得我可能不缺女朋友，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是不是因为身材练得还行的人都有女朋友？时隔1年，再一次回到南京，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我希望能够获得一份踏实美好的爱情。听说你还有其他的才艺吗？我带来一首歌吧。来，啊，难以忘记初次见你，哇，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唱的挺好的。1号。你好，南洁斌，你减了50斤，我也是从150斤减到现在的100斤。对，太厉害。最开始我妈她教我做一些简单的就是轻食，拉着我去运动，然后这样，然后我体会到了这个快乐，然后我才开始慢慢把这个肥给减下来了。哇哦！其实我减肥完我也蛮快乐的。对，特别快。这是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就我的脸可能跟南京那个特产那个汤包一样的，一搓就要汁就出来的那种感觉。我们差不多，感同身受。看下一场。相传在古时候，女子给国王讲了1001个没有结尾的故事，他们的爱情就有了相守一辈子的结局。而我的呢？大学我认识了一个女生，我很喜欢她，但那时候她有男朋友，我也只能把她当作朋友。我们熟悉之后，她经常和我抱怨她和她男朋友之间的矛盾，我一直做她倾听者。后来，她对我表达了好感。其实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奇怪？我有跟她表达过我的态度，我是希望她在处理好她上一段感情之后，我们再开始我们的爱情。后来在一起没多久，她就喜欢上了别人。当时我很崩溃，但现在想来，只怪自己还不够优秀，没有能力留下自己爱的人。这段刚刚开始的爱情草草收场。工作时认识了一个女生，和她在一起是一种瞬间的心动。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会在她睡觉前和她讲《1001夜》中的故事，就想着自己会和她像故事中的国王和女子一样，在一起一辈子。可是她工作中接触到很多异性，她都不懂得保持距离，还会给我看异性给她发的潜台词信息，这让我不能接受。越来越多的争吵消耗着我们的感情。故事讲完了，但我们却分手了。在这段感情中，我付出了很多，不断计划着我们的未来，而他更多的是讲那么多干什么？现在开心就好。属于我的1001夜的故事结局到底是什么？我不得而知。现在的我丢掉曾经，满怀期待而来，我的最终章会是你吗？那个女孩经常在你面前说她和男朋友之间的情感不和，你显然是应该知道她的潜台词是什么，对吧？
你的表达也很清楚，希望你处理好你自己的情感之后，我们再开始。我觉得这个也没有毛病。但是很快他就喜欢上了别人，你认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我自己不够好吧。我得出的结论好像不是，也不一定对，我也只是猜。我觉得你表达了这个态度之后，他很快就喜欢上别人了，不是你不够优秀，而是他同时向几个人表达了他和她男朋友的事儿。啊，不是这样，是我表达完之后，然后他分手了，我们在一起过。在一起过？对对对。那你不说？我有说啊。你有说你们俩就在一起了？啊，对，我们有在一起过。他又喜欢上别人了？对。那是你不够优秀。对。21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你在第2段感情里面，他不是会给你炫耀他和别的男孩子的那个啥，对吧？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他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就是可能想引起你的注意，想和你说啊，我也很 OK， 我很好啊，你要对我好一点，不然我就跑了。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性格很开朗的一个人，而且他没有什么心机。然后他同事可能会发一些比较我看着不太舒服的一些东西，他就是觉得我想太多。他们两个只是同事，只是朋友，只是朋友。他觉得这些不是暧昧，只是正常聊天而已。3号，我想知道男嘉宾你对就是女朋友跟别人聊天暧昧的界限是什么？就是他一边发信息一边笑啊，大家就聊得很开心。发信息笑，发信息不能笑吗？就是有那种非常开心的笑，幸福的笑。也不是能说幸福的笑，就因为我1周只休息1天，我希望他能多跟我一些交流。但他一直在玩手机，一直在聊天啊，没有照顾到他的感受。最后一个问题，李美霞，就是好多朋友都说我眼睛大，别人给我发消息，然后夸我眼睛大，我当然开心了。然后我给你看，说明我并没有隐藏什么。如果不给你看的话，可能才会有问题，就自己偷偷的乐。这只是一个例子啊。我其实在意的东西，并不是说，他给我看什么。我更多的是希望说有一些未来的规划，比如说涉及到买房啊，但他就无所谓，开心就行了。我觉得所有的分手理由啊，都跟别人说不上，就是什么暧昧关系啊、前女友啊什么的，都是因为2个人真的不够好。这是人的人性，就是他不太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他老就说哦，因为你这样了，所以我们对啊。其实仔细想想哦，原来2人思维模式不同，人生规划不同啊，沟通方式不同，有这么多的不一样。好，现在留灯的是9号林杰琼。对，他是广东的，他是福建的。而且林杰琼默默的接上微笑，就很幸福的样子。就脸上写着这个身材我包了啊，这个感觉。哎，你有问题吗？最后，我从看到他，我就觉得就给人家特别踏实、特别有安全感的感觉。然后我比较喜欢大只的男生。大只，这大。哇哦！来看一下智推。秋雨的智推女生是奇妙，非常奇妙的苏连玉。男生性格亲切温和，自信有活力，做事细致周全又富有挑战精神。而女生呢，自信优美，慷慨大方，性格温柔随和，是一个热爱运动有活力的女生。2人都比较感性，喜欢运动，喜欢干净整洁，非常重视伴侣之间的相互陪伴，可以相互理解，也可以点燃激情浪漫的爱情烟火。来，最后问2个女生一个问题。有一件什么样的事能让你们开心起来？有什么事让开心？那太多了。来，苏连玉告诉他一堆。首先我觉得开心和安全感这种东西都是自给自足的。
我是那种情绪随自我掌控的那种人的，就是可能这件事情，他上一秒能把我惹怒到狂哭，下一秒就换个人，我还能笑嘻嘻的就哭的这样子。来，林杰琼。我是有好吃的就会很开心。倒是也好养活。我为什么会吃到150斤？就是210斤，就是因为我自己给自己做饭，每顿都做的非常多，非常好吃，然后我就吃到了210。对。Cool。如果你选14号，有可能被拒绝，你一个人回去，你也可以带9号走，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如果你选14号，有可能被拒绝，你一个人回去，你也可以带9号走，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我的决定是9号。恭喜你。我叫林杰琼，我来自广东。我是那种就是特别喜欢做饭。我为什么会吃到210斤？就是因为我自己给自己做饭。男嘉宾，我想说，你做饭是特别好吃吗？非常好吃。知道你的100分会给怎样的人，亲爱的你。从看到他，我就觉得给人家特别踏实、特别有安全感的感觉。我比较喜欢大吃的男生。现在的我满怀期待而来，我的最终章会是你吗？恭喜。刚从电梯里下来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哎，这个男生好像感觉还不错。然后后面喜欢的是因为就是场中间不是唱歌嘛，就挺触动我的。然后我全程不是也没有怎么说话嘛，就是想听其他女嘉宾在问他，然后在他回答中了解他吗？真的还蛮有气质的，就很就带出去很有面子。他喜欢吃啊，他觉得吃就能让他很开心。那我做饭其实还蛮厉害的，我觉得我能做到让他去开心，我觉得就 OK 了。有请下一位男嘉宾。Hello， 陈明老师和黄亮老师好，梦爷好，台上的24位女嘉宾好，我叫王文志，今年28岁，来自河南郑州，现在北京工作。来选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期望我未来的另一半能够享受并喜欢厨房里的生活。14号。你好，男嘉宾。哎，你好。您很喜欢做饭吗？对，日常的家常便饭我都会做。因为小的时候，我经常跟爸爸，我们2个人在开启一段谈话的时候，大多都是做晚餐。比如说，有的时候他做饭，有的时候是我做饭。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会互相去，共同去做一件事情。你就希望另外一半也喜欢厨房？对，我希望他喜欢厨房，是我觉得2个人一起逛街买菜，然后添置一些日用品，然后回家里面一起做一顿温馨的晚餐。我觉得这样的场景很温馨，很浪漫。2号。我想知道，如果你的另一半完全不会做菜，你是希望他仍然在厨房等着你吗？
也不是说一定要在厨房等着，比如说他可以打一打下手，或者是收拾一下外面的餐桌之类的都可以。那你可以接受你的另一半天天吃外卖吗？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样的话，我会觉得我做的饭好像没有价值了。哎，这很好，接受就是接受，不接受这我不接受这种。21号。你好，男嘉宾，就哎你好我是特别喜欢做菜的，甚至可以说对做菜天赋异禀。就是我反正没有做过了，看一遍或者自己做就乱好吃，真的大家都觉得好吃。哇！但是除了做饭吧，就其他任何的家务我都不喜欢。就这一条，姑娘，我告诉你就非常优秀了。真的吗？那就你会介意就我什么家务我都不喜欢做吗？其实日常所有的家务活我都会做，对，但是我希望就是你虽然不会做，但是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但是比如说你生活特别，我会为你加油，我会尽量保持。OK， 可以的，这样就可以了， OK， 已这样经很好了。 OK 是吧？好，谢谢。你的第二个问题是？就是我不太希望我的另一半过于独立。各位过于独立，这一听到独立就夸一阵灭的。他们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很独立，是吧？对。我可以解释一下吗？你说。其实我说的独立是希望女孩子我们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她可以多依赖我一些，有需要帮忙的话可以第一个想到我，因为我是她的男朋友。然后呢，有什么需要分享的快乐或者是小心事，也都可以第一个找到我。但是如果她什么事情都觉得自己可以做好，然后有什么事情也从来不跟我说，我就会觉得这样可能就会有距离感。许若彤。哎，我挺独立的。主要我是一个工作狂，如果说涉及到工作的话，我是蛮拼的那一种。然后我也曾经就是忙到过，就是当场休克去抢救的这一种的。我是那种报喜不报忧，我也不想让你太过于担心，我就不会去说，就自己扮演挂个盐水这样子。但作为你的另一半，我还是希望能够去关心你的这种生活，毕竟男朋友是要来用的，要让他来关心的，不然找个男朋友干嘛呢？你们说是吗？看第一条评。Hello， 今天又解决了一个新的 bug， 感觉很开心。其实每天呢，我如果有开心的事情，我都会选择把它们记录下来。解决一个 bug 就这么开心啊？那10个呢？10个 bug， 我想可能会开心10次吧。我叫王文志，是一名软件研发工程师，目前在北京工作，写程序、解 bug， 每天7点钟出门，晚上9点钟到家，996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房租差不多是深圳时候的2倍，通勤时间也在加长，生活成本也增加了一些。一个人在北京的生活也开始变得有一点孤单。其实来北京之前我就知道，北京这边竞争更强，压力更大，但是我不后悔，因为这边机会多，资源也多，而且这边的人都要求上进，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有一股推力在推着我向前进。我宁愿现在苦一点，这样未来能更甜一些。走在后场村的路上，抬头看一看身边的这些互联网公司，有时候也会畅想互联网的明天。那你有想过自己的明天吗？我是从小城市里面走出来的，小的时候会经常帮爸爸一起做饭，父子之间的谈话大多是在这个场景下展开的。爸爸最期望的就是我能够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能够出人头地。其实我自己也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一定能在北京留下来，但是我想尽可能吧，还是想多攒一点钱，对，然后把我爸也接到北京来。可能刚毕业的时候，我爸觉得还年轻，所以总是跟我说，年轻人刚毕业要多奋斗。但是当我来了北京以后呢，结婚生小孩就成了我爸和我姐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话题。其实我自己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在北京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城市里，
又作为一个研发工程师，脱单对我来说还真的有点难。我来到飞城这个舞台，希望能够找到我的那个他。6号。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很想问男嘉宾，就是因为我觉得女生都比较依赖爸爸，男生会比较依赖妈妈一点，但是他好像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妈妈。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是的，因为就是可能家庭原因吧，我的家里面目前只有我的爸爸和我的姐姐。对，所以我的妈妈参与我的生活比较少，她和我爸爸只是离异了。爸爸没有再婚哦？没有再婚，所以就是我一直是我们2个人一起生活。他就是一个老男孩，你知道吗？他年龄慢慢大了，然后就反而喜欢玩了，因为我也不想他太累，就希望他能找一些轻松的工作，然后剩下的时间他可以自由安排。你们2个感情很好啊？对，我比较喜欢我的爸爸。孙楠。Hello， 男嘉宾，你好。你好。就是看您那个 VCR，就是自己就是有一些感触，就是父亲跟母亲离异嘛，因为我妈妈和我爸爸也是离异的，就是我特别能理解你的那份孝心。好，谢谢。对，包括你就是特别想成功，然后在北京能扎住根的这种想法。因为我最开始在北京的时候，过渡期是还是很难的。当时我为了省钱，我就在北京住的地下室，我记得特别清楚，400块钱1个月，洗澡的时候那个水都是凉的，都是公用的。那时候就吃过很多苦，但是我内心就有这份信念，我就希望我把这个信念坚持下去。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就是越努力越幸运，只要你努力，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因为我在我30岁的时候，已经在北京买了房子，然后把我妈妈已经接过来了。好，非常谢谢。了不起。12号。你好，我叫张汉月，然后今年是你好25岁，来自江苏南京，现在在酒店做宾客关系。我就是有个特别好奇的点，就是作为程序员，你们是特别真的喜欢穿那种格子的衣服吗？我就这样说吧，每一个程序员他都要有一件条纹格子衫，不然对不起他这个身份。就是也不是说很喜欢穿吧，你像我就是也有，但是呢，我并不是说每天一定会在上班的时候去选择穿条纹格子衫。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尽量让自己的这个衣品或者着装精致一点吧。12号好玩，我不叫他，他也不主动举手做个自我介绍，但是我一叫到他，他那个问题已经在起跑线上了。我一问，嘎嘣，问题就蹦出来，好像这个问题已经在时刻准备着。4号。你好，男嘉宾。你好。我能问一下，您周末都喜欢做些什么吗？周末的话，其实就是我喜欢一半一半，我不是那种特别爱宅在家里面的人。一般一天会用来就是居家打扫，然后另外一天呢，我会选择出去，比如说户外爬山，或者和朋友一起约去打保龄球，或者是射箭，还有就是一起玩剧本杀和狼人杀之类的。所以我听您这些爱好都比较偏运动哎，那如果您女朋友不是很爱运动的话，怎么办呢？没关系啊，我们俩可以找一些共同，就是互相参与吧。你参与我一些，我参与你一些，尽量能够把我们2个人的这种2个人在一起的时间给协调一下。好，谢谢。你们这个行业里边单身的是不是特别多？是的，正常来说，就普通情况下，工程师里面就做软件开发的，应该大多数都会相对来说比较理工男一点。一个是跟人的沟通意愿，一个是沟通的能力，2方面都有。看下一条。同一个爱好，同款小众的手机，同在互联网公司上班，我觉得这就是我们2个人在一起的缘分。为了感谢他送我回家，我承诺请他吃一顿大餐，这其实是我耍的一个小心机。后来那顿感谢餐变成了一次精心准备的表白餐。他比较喜欢玩机车，很酷。对他骑车这件事情，最开始我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后面看到他的视频，那么小的一个身躯被压在那么重的车下面，当时我心里边特别的不满，因为我忽然觉得这件事情它是很危险的，我很担心他的安全。后来我就把这个不满一股脑都给说了出来。
两个人在一起了，你就不单单只是为你负责，你要为你生命当中的另外一半负责。后来呢，是因为有一个朋友从香港来北京出差，作为地主，就尽可能想着把朋友给安顿好。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忽略到了女朋友的一个感受。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两个人吵了一架，吵得还挺凶的。可能因为都是在气头上，所以当时我并没有急着去找他。后面当我回过头来找他的时候，他的态度已经有些冷了。我知道我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挽回时机。未来呢，我想找一个温柔善良、甜美可爱的女孩子，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呢，我希望她能够多依赖我一些。那我也愿意用自己的小肩膀为她撑起一片天。你原谅我的无知啊，为什么小小的身体会在机车下面？是这样的，就是有一次他骑车嘛，然后他头盔上面有一个录像的，对，然后他那个录像，后来我看到那个视频是他给我看，他骑车的时候不小心一下子摔倒了，然后那个机车把他压在身下。哦，那个是出了意外，所以就会比较担心他骑，因为他个子比较小，他只有1.5米的个子。哦，然后机车还是那种大的机车。那根本扶不起来，你一个女孩。所以当时是有其他人在帮他扶起来，后面我看到之后我就很担心他。3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你以后是都不会允许你的女朋友在骑机车或类似的稍微危险一点的都不会了吗？其实当时可能更多的是没有站在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因为那个真的是他很喜欢的一件事情，就忽略了他的感受，所以当时就比较反对。后面我再来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完全可以换另外一种角度来陪他。既然两个人选择在一起，还是要有一定的包容性，我要包容他自己的一些喜好，对，然后两个人肯定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嘛。而且我还看你说你跟他吵架之后，你隔了一段时间去找他，这个时间大概是有多长？当时我们两个人吵完架，应该是有2、3天没有去找他。后来2、3天之后，我过去反正当时可能气还没有完全消。好嘞，谢谢。我觉得主要的灭灯还是因为跟女朋友吵架2天，他说2、3天，我估计是3天。其实对这个问题，当时我也有注意到，感情嘛，还是需要经营和维护。有的时候冷着冷着，可能真的就冷了。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之前在谈那段恋爱的时候所吸取的一个经验和教训吧。对。其实好多女生啊，她也不是说她要过度独立，往往是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她感受不到那个她想要的温暖，慢慢的可能就不想交流了。然后冷静了2、3天以后，觉得也是真的不适合，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后面会注意一下。对。这个男生在程序员的这个世界里边，我看到的当中，已经算表达很好的，不错的，真的很好。谢谢。很温暖的一个男孩。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全都是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我现在希望找一个温柔善良，然后也会希望女孩子她能够多依赖我一些，未来两个人在一起能够互相扶持、互相进步，都能够确立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目标，然后两个人一块朝着共同的目标一起前进。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老师以及2位老师，以及在场的各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李宇峰，来自东北辽宁辽阳市，今年28岁。东北天挺冷的，我来送个温暖。还居住在这个团，我是这个分类途上孤找美人。哎呀，可爱可爱！来，刚才送东西的时候都仔细看了一遍。哎，被你猜中了。来，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能给我织毛衣。东北太冷了。19号。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女嘉宾，我来自浙江杭州，我叫徐珊珊。你未来女朋友如果你很喜欢，但是她真的不会织毛衣，你就不会接受了吗？我认为这个就是是我一个喜欢的一个点吧。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不会的话，可以慢慢学嘛。我以为他说你要不会嘛，我可以有点别的。他说你可以学嘛你。因为我这个没有什么情节，就是说我喜欢，然后最主要就是说穿在身上特别暖和。大多数人听到这个要求的时候，他都会往某种怀念啊、某种情感上的链接会往这方面联想。他不是啊，他是从功能上说，东北冷需要毛衣。来自东三省的女生举手，我看一下。一共4个啊，4个。来16号。还有男嘉宾，我是来自哈尔滨的。那我想问一下，你会给未来的女朋友织毛衣吗？我感觉这个东西是相互的，如果他愿意为我织，愿意为我学的话，我也愿意。我觉得这态度很好。虽然听上去织毛衣更像是女生的一种技能，但是人家男人也可以学啊。对，可以。我感觉织毛衣不一定非得是女生做的事儿，对吧？对。现在都什么年代了，1号。你好，男嘉宾，毛衣我不会织，但我会织围巾，可以吗？可以啊，围巾也可以。你这么随和吗？我以为他说围巾不行，就得毛衣。围脖也行，挺好的。只要暖和就行是吗？徐若彤。就我也会织围巾，但是你介意我给我前任织过吗？这个东西就是过去事儿，我感觉无所谓了。谁都有过去，对不对？那不会给你织完之后你说句，你给你前男友织没织过啊？你会不会？那也太小心眼了吧 ？Cool。这态度好。他家里还有2箱毛衣呢，都前女友们织的。他的人生好像毛衣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对女生的要求织毛衣，我说你愿意为女生做点什么事呢？我也可以织毛衣。毛衣在你们家庭的生活当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事儿。你爸妈是因为一件毛衣走到一起的吗？你们家是不是开服装厂的？你是毛衣厂的吧？差多少？哦，真是啊。我父母那一辈是啊。他父母就在下边坐着呢。要不然站起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啊！你们对儿子今天现场能够牵手一个女嘉宾，觉得有多大的把握？我们有10足的把握，有信心。多问一句，你们当初谈恋爱的时候，你媳妇儿给你织毛衣吗？她就送了我一件毛衣，所以还有这情节。跟这个多少有点关系。远道来的，您请坐，请坐，请坐。你的下一个问题是？我最不希望我的另一半对我说“仨瓜俩枣”这个词。请你用“仨瓜俩枣”造个句。就你今天给我做这个菜，你就是土豆片炒尖椒，炒这俩仨瓜俩枣的。完全明白了。我这个词就是说，女生，我的另一半对我将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做的一些小事啊、小感动的事，我希望她能重视起来。17号是吧？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女嘉宾宋方瑞。我来自辽宁沈阳。我一般不会把仨瓜俩枣放在嘴边。哎呀，爸爸在下边频频点头，不错啊。来23号，我也是辽宁沈阳的，就是你觉得你特别用心的时候就不喜欢，就是说女生对你就是好像不是很重视是吧？对，我就是说，不管我做的是什么，其实都是我的心意。
我感觉我挺重视这些事儿的。你描绘了一个场景，就是说你做了努力，但是女朋友仨瓜两枣的那个评价，意思说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说这里面听到的是个委屈的小孩儿。就是他能看出男人至死是少年，你们不要骂我，不要批评我。就这种感觉非常可爱。所以如果有很喜欢这种少年气的女嘉宾，可以。哎，你不觉得孙楠现在笑起来很慈祥，有没有？温暖。男嘉宾很帅。姐弟恋可以吗？姐弟恋，我感觉只要喜欢的话都可以。什么年代了？这是第2次说什么年代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能爆料一下不？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这是第2次说什么年代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能爆料一下不？就是我爹我妈，他俩就是姐弟恋。他们差几岁呢？差1岁。差1岁也是姐弟恋？对，差，对。看第1条片子。1、2、3，来！哎，老妈，606啊，老妈。这是我妈，性格老活泼了，本地广场舞著名领舞员。这是我爸，平日里是个安静的美男子，是我们家的好先生。这是我是李宇增，来自辽宁省辽阳市一个欢乐的家庭，唱歌跳舞拍视频，生于平静，乐于折腾，这倒是完全遗传了爸妈的特质。小时候那会儿我很淘气，上学的时候经常因为闯祸被请家长，但是我感觉我从来没挨过骂，也没挨过揍啊。在这种父母的庇护下，我感觉成长生活有点安逸了。但我爱折腾，闲不住。人这一生酸甜苦辣，不能说我只体验了酸甜，好歹也得来点苦辣呀。于是我让自己的生活直接跳到了困难模式。大学那会儿就开始尝试去兼职打工。这么说吧，保安、卖水果我都做过。在我父母的工厂里吧，嘎过毛，但是经常受伤，就是那个手啥的经常被嘎破啥的，包括手指甲这个地方还有茧子。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乡，从事了小学美术老师工作，但我爱折腾的性格还没丢。工作不久后，我报名参加了志愿乡村小学支教项目。这边条件挺艰苦的，但我从孩子眼里看到的都是快乐。我会鼓励学生画自己想画的东西，让他们在画画中更好的发挥想象力。而我也想绘制出属于我的感情蓝图。今天我还准备了一个小才艺，一首歌送给家人们，一首《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送给在场的各位。到底多爱你，到底多想你，窗外的人行道下过雨。心会不会痛？我的脚步重不重？什么是爱？我不会形容。来，一起来！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代表我的心。继续的问或放弃，不是一个吻能够说明。20号。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女嘉宾，我叫于荣霞，今年已经33岁了。
在对男嘉宾说话之前呢，我想先对全场的姐妹们先说一句：姐妹们，你们还年轻，就是能不能把机会留给我这种老人呢？ 33岁，来，孙楠，你是？我35岁。然后男嘉宾唱歌也很好听，其实我唱歌也还可以。你唱2句。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谢谢。好像阮超超唱歌也很好听。对对，我就是想跟刚刚看男嘉宾唱那么起劲，我也说想跟他来一首《山楂树之恋》。哎呦，我的山楂树之恋，永远站在你的身边，我保证我的爱不会变，共享永恒时间，像蝴蝶起舞翩翩。只有适合你才会纯洁。 2号，男嘉宾你好，我是黄翠怡，我也是一个从事艺术教育行业的老师，是教舞蹈的。你好。我也想唱一首歌给你听，不过可能不是说唱的最好的，但是最走心的。我的山楂树之恋，永远站在你的身边，我保证我的爱不会变，共享永恒时间，像蝴蝶起舞翩翩。谢谢。只有适合你才很纯洁，可以丢弃我的底线，说进去你的是我。哇！爆灯了，2号爆了。呀！我刚才就有预感2号可能会干这事儿，因为他说唱歌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你们注意到没有？他说我也许不是唱的最好的，我是最走心的。这句话应该是有所指。来，2号。我感觉就是我们也是从事艺术教育行业的，然后共同语言会比较多一点。然后他的整个性格我也非常喜欢，就很阳光，对，就是可以是带动另外一半是积极向上，一起共同努力进步的人。我忘了你是哪个城市的？我是来自广东佛山的。佛山那仨瓜俩枣，他肯定不会。但是织毛衣也够呛，广东可以也用不上学，吧？不会织毛衣也可以学。呀，18号。Hello，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女嘉宾，我叫杨以娜，今年22岁，来自天津，是一名跆拳道的教练员。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对于这个择偶要求，是只想找东北那旮瘩的女生吗？我对我的择偶要求就是我喜欢，只要我喜欢就好。都什么年代了？对，都什么年代了？4号。我觉得我们两个是很像的人，都是特别喜欢折腾的人，我也是。那这样的话，平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压力，不知道您是怎么减压的呢？最喜欢吃火锅，在我有压力的时候啊。我的减压方式也是吃火锅。来看下一条。我的交友圈子其实很小，也不太会和女生去聊天，这可能是我单身最主要的原因吧。曾经我也向往过轰轰烈烈的爱情，但后来经历的几段感情让我很受打击。之前大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韩国留学生，虽然在语言上我们交流有些困难，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彼此的感觉。在一起之后，我们感情一直很好，直到他结束留学生活回国前，面对即将到来的分别，我始终相信以我们之间的感情可以打败距离。
但在后面的一次约会时，我看到他用韩语和别人聊得很开心。出于好奇，我把他的聊天记录拍了下来，回去找了个会韩语的同学翻译了一下。原来他已经找好了回国后的下一任男朋友。奈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没想到打败我的不是距离，而是人心，最终选择分手。工作之后，朋友介绍了一个女生，通过一段时间相处，我们很快就确认了关系。有次一个女性朋友给我发了条问候信息，被她看见了，这是朋友之前介绍的一个女生，因为感觉不太合适，所以很久没联系了。我跟她说明了情况，她想了半天还是不太能接受，脾气一上来就开始打我。由于她之前练习过散打，所以力道很大，常常打得我很疼，因为这点我们谈了半年就分开了。现在的我对未来的女朋友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稳，生活稳定，性格沉稳。我不会要求另一半有多漂亮，只要我喜欢就好。我希望她是一个对感情专一，能过日子的女生就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也能拥有一份足够稳的感情生活。我想问一下，你看那个韩国姑娘那个手机上，别人给你翻译的时候，有哪一句细节你还记得？就是说内容比较暧昧，就是说他俩就是已经确立关系那种了。而且我要说一下，就是说刚才那个 VCR 里说的，不要找漂亮的女生，不是，我是说我更在意的是内心啊，就是说颜值可能是放在第2位，当然了，就是越漂亮还是越好呢。什么年代了还以貌取人？对呀，什么年代了都以貌取人，所以说内心的话是第一啊，然后那个颜值第2啊。这是我听过的最流畅的反驳。那两边都没毛病，这是。3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你说你在生活中、情感中求稳，那你会介意女生、女朋友、异性朋友比较多吗？说实话吗？我介意。什么年代了？什么年代了？什么年代都介意。这个肯定是啊，但是我的建议是，你可以有异性朋友，但是你不能有那种就是关系特别密切的那种暧昧的关系那种朋友。就是我的异性朋友都是那种发小，还有同学，就是认识都是10年这种。那可以，那可以，因为我也有啊，我也有同事啊。孙楠。哎，你好，男嘉宾，让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异地的话，面临在一起，然后你是希望女方上你们那边，还是你到女方这一边，还是？我感觉2个人在一起之后，他的共同目标是越来越好。就是说，如果说你感觉来到我这儿你会发展的更好，我欢迎你；如果你不介意我去你那边发展的话，去你那儿也可以。啊。我不介意，我不介意你过来。17号。男嘉宾你好，你说你家庭氛围很好，但是我是属于从小父母离异不在身边，就是我没有体会到就是一个家庭的温暖。你去愿意你未来女朋友，比如说像我这种的，你会去调动就是这种氛围吗？我会调节，我肯定会调节呀。因为将来我是一家之主。刚才你说到这个话题，那么在你未来择偶这件事情上，可能有2种方向，一种是正因为我小时候家里面没有那么和谐的氛围，我对我将来结婚之后那种家庭氛围的和谐、其乐融融这种状态就会特别的期待。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家庭温暖这种氛围会让我略微有一点点不太适应。你是哪一种情况？我可能是不太适应。不太适应是吧？对，还有一点点可能会怕自己的家庭没有那么完美，而被对方不太接受，就有一点点小自卑的感觉。你回答他，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想听这个？对呀，都什么年代了，再说了，这也不是你的错，对吧？
哎呦，太棒了！很好，很好，很好。最后一个问题，罗星月。你好，男嘉宾，你第2段恋爱跟女生吵架的原因也是因为女朋友看了你跟另外一个女生的聊天记录，是吗？对。你觉得不合适，为什么不删了呢？因为我根本跟他没有过任何就是深入的接触。说实话，男生心比较大，我当时就是忘了。啊，来，有请1号、2号。我们看一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8号。来看自推女生。根据大数据的测算，李宇征的自推女生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根据大数据的测算，李宇征的自推女生是哟，老乡，17号宋方睿。男生有非常强的上进心，有竞争力，做事情有自己的主见，以结果为导向，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女生性格开朗有趣，温暖善良，喜欢交朋友，在感情当中非常在意另一半对自己的关注度。2个人在一起，既可以努力奋斗，又可以一同享受生活，将会是非常浪漫有趣的一对，供你参考。看一下4个女生的基本资料，大屏幕。黄翠怡，热情的太阳，外表与内在，理想中的你，选一个。理想中的你。喜欢阳光干净积极的男生，自己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人，对方最好也能记住一些重要的日子，有点艺术细胞，能聊到一起就再好不过了。完美，还有点艺术细胞，哎呦我的天哪，完全匹配。阮超超，我的理想型不能做的是喜欢这样的我吗？我的理想型1，喜欢有礼貌、有责任心、有上进心、不发脾气的帅气男生。哎，也很吻合。宋方睿，热心市民，天旋地转，治愈系的你。热心市民，在公司里特别爱帮助别人，喜欢听别人倾诉，尽自己所能去安慰对方。有时太过热心，会觉得是不是也会给别人带来了困扰，但下一次还是照做不误。孙楠，这样的我，这样的你，小厨娘。这样的我，1，看似坚强，但却内心脆弱。原生家庭情感经历让自己对家庭既渴望又害怕。孙楠有过一段婚史，是吧？来给讲一下。我属于闪婚闪离，之前是因为性格的原因，然后就是分手了。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你是否愿意努力的去适应一些我的小习惯？当然，我也愿意说我去适应，去跟对方磨合。2号。2个人一起共同进步，还是那句话，可以互相去磨合，可以的。阮超超。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互相喜欢，心意相通，那我觉得互相包容是肯定的。都什么年代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17号。我觉得就是确实是，如果2人互相喜欢，那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可能不是我的理想型，谢谢。孙楠。我觉得只要我喜欢你，什么样都可以。
来，我们给爆灯的再留点时间。2号，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按照规则，现在是给你想说的时候。我想先听听男嘉宾。我感觉，我的想法就是，还是我坚持我喜欢的。哎呀，反正这个情况看上去也很明显。很明显了，因为人家为你爆灯，但是你给他的那句话就让他不用再表白了。好，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坚持选中间2个女生，你会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带走其中1个。想清楚，告诉我们你的决定。我还是选择我的心动女生。来，3位女生请分。我的性格呢，就是只要我喜欢，我感觉什么都无所谓。我挺相信第一感觉的。我就是通过送娃娃当我走到你的身边的时候，我感觉有心跳的感觉。我们互相喜欢，心意相通，那我觉得互相包容是肯定的。我坚持我喜欢的。还是坚持我的想法认定了就不要改变，就是这样。来，阮超超。其实我想说，男嘉宾你不管是在外在条件或者性格方面，其实我是心动的，但是我把灯灭了，因为也是从小离婚的。你说你喜欢一个稳的女孩子，我感觉其实我不是特别一个很稳的女孩。我们可以一起去努力嘛，对吧？这个东西就是说，只要2个人心在一起，一切都不是事儿。最后一次给他一个明确的态度。你想说对不起。是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的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我来到这儿的想法就是，我想找一个我心仪的女孩，我认定的就是最好的。我的未来规划就是和我的另一半将来有一个幸福、稳定、长久的生活。这男孩是特别很多女生喜欢的类型，他身上毫无疑问最多的特质来自于家庭，他的世界比较简单，但是他身上是有明显的大男子主义的，但是他那种大男子主义不招人讨厌，他不是那种强迫性。这阮超超那段话我听起来蛮难过的，就是你说你对他也有心动哈，那2个人彼此那么心动，却因为这个家庭的问题，这男嘉宾说的特别好，这不是你的错。这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家庭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希望你们再大胆一点点。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冰凉了双目，超等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